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每一台车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脚踏垫给换掉。那我这一台 Tesla Model 3呢，我总共开了差不多快2年的时间，一共买了4款的脚踏垫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立马告诉各位，我们出发，走。我今天直接介绍我这1年多来近2年的时间，一共买了4款，分享给各位哈。在这边，我们现在一个一个介绍我为什么要换脚踏垫。第一个脚踏垫呢，就是原厂的脚踏垫。原厂的脚踏垫旁边没有立起来，所以它这个绒布一定得做吸水，避免你打翻饮料，它就得吸进去。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呢？脏你看不到，有细菌你看不到，所以它清洁的时候相对困难。它如果滋生细菌或者是残留异味，车上臭臭的，大部分的来源都会是脚踏垫。那因为它不易清洁，所以正常人使用习惯就会很少清，除非你把你整台车送洗，不然自己清洁不好洗就算了，还不好干。那它底部有做了止滑的，毕竟是原厂。再来就是它旁边没有长起来，所以门缝跟脚踏垫中间是有裸空的部分。每次当脏的时候拿起来，这些小石头啊、小灰尘啊，都还是会掉在车内的内装，就必须要再拿吸尘器再去清理内装底层的部分哈。所以我的原厂脚踏垫是从来不用的。后来呢，我买了第2款，第2款呢橡皮的，所以脏好清理，但是这个橡皮，我为什么要换掉它呢？这个橡皮的，除了它旁边微微的长起来，它并没有长得很高。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，我洗得再干净，每次一上车，上面立马有脚印。好，你看它上面脏是非常容易看到的，所以就算我昨天洗的车，今天都会被我的乘客显得车子很脏，因为你只要有鞋子不是新鞋，踩上去就是有脚印。立马示范给大家看哈，来，我踩这边哦哈，注意看哦，好，我只要一踩上去，假设我坐车，然后拿起来，它就会是一个脚印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它非常容易脏，就让我整台车看起来就是脏兮兮，就是北宋。第2个点是它很重，它为了要让你驾驶的时候脚踏垫不会滑动，所以它把它做得很重。它的底部呢，一样是有止滑的颗粒，但是效果没有很好，所以我在清洁的时候是比较不好清洁。加上它旁边没有长起来，没有所谓的3D， 它都是1滴的，好不好？我后来就真的是受不了了，我又再买了一款立体的。立体的总该厉害了吧哈？这个立体的呢，我为什么还是不满意呢？这样子摆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很明显是立起来的。那它一样可以完全的服贴你的车子，但是它的缺点来了，它的底部因为它材质的关系，它都上了很多的止滑胶，过了半年，所有的止滑胶都磨光了。然后呢，我每一次上车随便踩2下油门刹车，它就会移位。你看一下哦，它这边你看止滑胶都已经脱落了，所以这一款它大概只有半年的寿命，加上前面这边是踩油门踩刹车的地方哈，这边它其实已经凹陷了哈，那就不好看了，好不好？它有立体的包覆，但是它就是非常容易滑动。各位观众，原厂的我们不计价，后面这2款已经花了我上万块在换脚踏垫哈。车子改装改外形是改动力，那个是另外一块车子的改装。但是我觉得反而对内装的整体质感上面我是比较要求的，它已经不是外形的问题了，是我不喜欢我的车子被踩得乱七八糟、脏兮兮的哈。好，这一次各位观众，我收到3D 卡镀的赞助，我历年来的车其实都有考虑到他们家的产品，只是我迟迟下不了手，因为它总是比那些没牌的大概贵1到2000块。但是各位观众，我前2款花了上万，就用个1年多，还不是一直在换。那这一款呢，它跟前一款其实长得很类似，它
最大的区别，除了比前一款更轻之外，它一样耐脏，而且它有 SGS 的认证，保证无毒无味。有的时候车子太阳晒，假设产生气味也不是很好哈。它最大的优势在什么？各位观众，底部的全球专利 X-Spider 的设计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底部是有点像很密的蜘蛛网，所以它叫 X-Spider 全球的专利，它让你可以保证的止滑。我用麦克风给大家听一下声音哈。有没有？它除了轻、环保、无毒，而且它耐洗、耐脏之外，它背后有这个止滑的专利设计。我们来安装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款就是 3D Matte 的专利技术，专车专用，超服贴，质感还提升，耐轻、耐脏，又止滑，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装后座的给大家看。完美服贴，因为它的止滑效果够好，所以放上去基本上顶住就可以了，稳稳的哈。这个把它放进去。这边都有凸起来，避免那个灰尘、小石头跑到你的原本的地垫上哈。它这边都有凸起来哈，让你不会把脏东西跑到外面来。你只要跑到外面来，这一块绒布上你就很难清了哈。后面这边也凸起来，避免你的脚去踢到你原本的绒布。完成。好，这个是我原本买的后行李箱垫，它没有很合，这边是没有保护到的。它真的超容易脏，而且超级重，我根本不想清它。哇，来，我们来换上3D Matte， 真的轻很多。哦，它全包哎，哇，它连旁边都包成这样，完美贴合。有没有？它旁边全包了，这边本来原本没包嘛，现在包住了。包起来很有安全感呢。好吧，今天的脚踏垫的开箱分享就到这边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。3D 卡固在台湾是脚踏车店，不是脚踏车。好吧，那我们跟这些脚踏店说再见吧。再见哈，赶去丢掉。